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4月25日，2022年天津第一批集中供地结束，土地市场急速降温，大陆多数城市加入救市队伍，天津毫无声息，各板块发展并不均衡，成交量呈现冰火两重天状态，拿地企业难开盘，房地产去化周期已超越1、2线城市库存红色警戒线。2022年，天津第一批集中供地在4月25日结束拍卖，由天津城投、武清城投、北辰科技园区、津南机关事务局服务中心等6家企业成功拍得土地，累计成交额约为44亿元，未来可追加供应71万平方。这批地3月25日挂牌出售，原计划出售30宗，总价约269亿元，总出售面积约205万平方。结果4月22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宣布，其中15个地块因故停牌。从3月25日到4月25日，仅仅1个月时间，土地市场急速降温。最近全国各地纷纷放开房地产市场，救市已经成为事实。官方表示，由于适度开放限购销售、降低公积金使用门槛、加快购房贷款审批速度等原因，部分城市的住房需求得到了释放，销售面积缩小有所减缓。言外之意，房地产市场冷场的时候，一定要适当放开政策，否则会完全凉下来。房地产市场背后有几十个产业、几亿的就业，还有大量贷款，所以需要放松房地产市场。天津楼市也不例外，坊间金10条被饥渴的媒体反复念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全国大多城市都相继加入的救市队伍中时，天津的枪声一直没有响起。今年第一季度，天津楼市供应面积为108.78万平方，同比减少60.35%；交易面积为150.23万平方，同比下降41.18%，创下2014年以来同期最低值。但2022年第一季度，天津市居民存款增多了834.10亿，贷款减少了153.32亿元。一方面是交易下降，房贷下降。另一边是存款增加，这直接关系到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整体的经济状况。首先是天津房地产市场，5年来深度限制没有放松，市场持续下跌，房价连续下跌，老百姓习惯买涨不买跌。此外，各种房地产市场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现，接连打击购房的信心。第二，经济增长放缓，疫情反复，影响就业。整个一季度，天津疫情间歇性爆发，严重影响了就业预期。这时，大家集体担心自己的财政问题，希望存款可以支撑度过寒冬，所以买房的热情和能力变得双减。综上所述，这次土拍的结果也完全不足为奇。从购房者丧失信心到开发商失去耐心，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黑铁时代，天津楼市也只能双向离场。到目前为止，房地产从助力改革开放到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再到今天的压舱石和蓄水池，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政策或许不再向房地产倾斜，甚至可以正常化压迫，这是就是政策落地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第三，行业大势已定。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但现在土地红利、人口红利、杠杆红利都消失了。因此，房地产企业转高杠杆的发展模式，后遗症使购房者从拿着钱观望到冷静下来，把钱存入银行。当然，即使将时间延长5到10年，天津房价依然还是整体上涨，这是由通货膨胀决定的。事实上，从政治和经济环境来看，现在的各行各业几乎没有风口，也就是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用房地产实现阶层跳跃的出口被关闭，以后将不会再有用房地产暴富的案例。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是未来最大的红利，天津也将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安静和沉默。据天津市房地产业协会消息，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根据广大房企需求，该协会举办了加快房地产开发的项目销售工作座谈会。天房集团、金桥控股、中建信和地产北方区域公司等多家房企参加了会议。
会议研究了加快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行业近10条政策，修改后将对外公布，协调建立了相邻项目良性竞争机制，部署了制定规范商品房渠道销售等规章。上述会议及相关政策的发布，或将扭转目前天津楼市低迷现状。2022年1季度，天津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50.2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0%，为2014年以来同期最低值；供应面积82.9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0%，微高于2020年第一季度。楼市去化周期已超2年。除天津市和平区、南开区部分区域的学区房较为保值外，整个天津楼市非常低迷。新房方面，由于地价上涨，天津新房房价近几年始终保持在高位，但商品房库存也持续走高。目前，天津商品住宅库存为3632万平方米，是热点1、2线城市中库存最高城市。据了解，与去年同期相比，2022年1季度，天津4大片区成交量均有不同幅度下降。市区成交16.6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其他区域下降38%到53%。值得注意的是，各板块发展并不均衡，成交量呈现冰火两重天状态。热点板块处于供不应求态势。1季度主城区累计成交18万平方米，其中受和平区学区效应带动主城区成交量上涨。环城4区仍为天津市场成交主力区，1季度成交量近60万平方米，远郊5区成交量42万平方米，同比降幅53%，冀州以价换量明显，其中宁河1季度供应挂零。受疫情影响，很多楼盘开工都做了顺延，自然会影响工程进度，也使得开发商取得销售许可证的时间变得相对不可控。此外，去年很多拿地企业没法开盘，即使是开盘，营销推广作用也微乎其微。一旦疫情反复，客户不上门，只能通过渠道促进销售。从供销量来看，确实不容乐观。不过，天津市房价依旧有小幅度增长。3月，天津市新房成交均价为17647元一平方米，这是历经8个月低位运行后出现的上扬。1季度天津市场现象级红盘，中海和平之门成交139套，成交均价64405元一平方米。这些红盘入市，使得天津成交均价保住了原本的价格水准和梯度，也从侧面反映了资金实力较强的购房者更倾向于选择市区核心板块置业。1季度供应缩减，土地端又控制了出让量，但楼市整体在售库存压力依旧，且不包括潜在库存。目前楼市低位运行，购房者观望情绪依旧浓厚，叠加疫情影响，去库存难度较大，隐性风险长期存在。天津作为4大直辖市之一及高考移民城市，近几年 GDP 增长并不明显，人口吸引力有所下降，楼市也低迷徘徊。4月20日，天津市统计局发布1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1季度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为3538.5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1%。2021年，天津 GDP 为1.57万亿元，离位居第10名的南京仍有600多亿元差距。2021年大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天津常住人口为1373万人，相对于2020年来说，减少了将近13.6万人。实际上，2020年天津的人口已流失175万。在2020年第7次人口数据普查时，天津人口只有1386万，相对于2019年的1561万，减少了100多万人。滨海新区常住人口甚至为负增长。2021年8月，天津市又将高考报名条件由单一的户籍调整为户籍加学籍要求，打击高考移民，导致很多外地户籍放弃在天津买房定居。失去人口和高考教育资源优势的天津，叠加疫情影响，房地产去化周期已超越1、2线城市库存红色警戒线。为了调整楼市，此前天津已多次明确要分区施策，支持居民改善住房需求。2月21日，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针对住宅市场提出，将继续实施精准调控，做好供应结构调控，因区、因人、因房、因业创新调控机制。
3月15日，金云又发布一则新闻，分区施策，针对就近养老等需要，天津这样支持居民改善住房，再次明确了天津将分区施策。一季度，中央多次发声维稳楼市，居民按揭政策边际改善，天津住建会议及官媒释放积极信号，有利于促进楼市稳定向好。随着疫情稳定，天津市场正逐步走向正轨，前期积累的购房需求也将释放，加之临近5·1，各大楼盘都会推出一定优惠，预计5月市场将加快回暖进度。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